太子，你如今身体如何了？回禀父皇，儿臣现在倒是感觉好受了不少，胸口不闷了，呼吸也顺畅了。不像之前，总感觉脖子上勒了什么东西，胸口也像是有针扎一般。那就好。父皇，您去慈安宫待了那么久了，可是皇祖母那边有什么不妥当吗？慈安宫中的确是搜查出了用于诅咒的布偶，布偶的脖子处套了绳子，身上扎满了钢针，只不过布偶上面写着的是朕的生辰八字。什么？皇祖母她真的在用验圣之术来诅咒父皇？可是为什么？父皇对她还不够尊重，不够孝敬吗？朕也不清楚，只是太后自己说有人在暗中鼓动了她。暗中鼓动？皇祖母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禁足吗？她的慈安宫根本就无人能够进去，还有谁能暗中鼓动？皇祖母是不是太过于惊慌失措，所以乱了分寸，胡言乱语呢？朕很失望，一个人可以犯错，朕也允许他犯错，可是他不能执迷不悟，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朕伤心。父皇，皇祖母也许只是一时糊涂，还请父皇不要太过伤心了。父皇的身体可有感觉不适？赶紧的，请太医过来看一看才是。不用，朕一点事没有，反倒是你这症状倒像是被诅咒了一般。那个布偶上的生辰八字分明是朕的，怎么反倒是你？儿臣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只要父皇安然无恙，其他的都不重要了。父皇，那皇祖母那边您准备如何安置？江南刚刚出了事情，副丞相也要被处置，眼下这青黄不接，太后如果再出事端，民心怕是要真的乱了。所以明天开始，太后会为了大周朝闭门祈福，以求天下安宁。太后要一直祈福吗？既是为了天下安宁而祈福，自然是要等到天下彻底的安宁了，才算是结束。不过朕想着，单单是太后一个人祈福，总是不能够代表着整个皇室，代表朕。那父皇的意思是，你是太子，是一国储君，将来要继承朕的位置，也是最能够代表朕的人，让你去广度寺替朕为大周朝上香祈福。能够替父皇分忧，自然是儿臣的荣幸。需要准备一些什么，父皇尽管吩咐，儿臣也好通知下去。江南百姓深受苦难，朕听完之后十分的心痛。这祈福要是真心诚意，那就不能铺张浪费了。所以这一切从简，你简单沐浴收拾一下，明日一早直接去便是了。难道还要再耽搁上10天半个月的？这传扬出去了，让江南的百姓如何想？正好你替朕挡了灾，受到了验圣之术的影响，你去佛寺当中一并去会去。那儿臣就好好的准备准备，快去快回。你去的时候快一些，回来倒是不着急。父皇的意思是，这一次祈福要格外的诚心敬意，不能光是做样子，最短也要3个月。有了江南这桩案子，太子的位置怕是不稳了。韩笑，你有什么打算？我听你的，云兰，你想做皇后，我便去争那个位置；你要是不想，我就继续做韩王。我问的是你，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打算？曾经是有过的，现在守着你跟2个孩子，就是我最大的打算。你对那个位置不心动吗？天下之主表面上风光无限，可住在那里辉煌宏伟的宫殿之中，却连个知信人都没有，想想是不是也挺可悲的？你这么说虽然有道理，可一国之君的位置，至高无上的权力，你真的不心动吗？我还是更想听自家媳妇的话。云兰，你心动吗？你要是心动的话，我把那个位置抢过来给你，你来开创一个大周朝的先河，怎么样？女子登基为帝。是啊，说起来是历朝的皇帝都是男儿，要是你登基为帝，还真是自古以来头一遭，足以名垂青史了。你这个韩王，自然也要跟着名垂青史的。那我就沾你的光了。快打住吧，我对登基为帝可没什么兴趣。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没什么想法也不着急，不是还有父皇在上面顶着吗？父皇现在才50岁，有我在旁边精心调理，让他活到个100岁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还能继续工作50年。到时候，好像我们这一辈儿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50年，到时候八宝和周周都要54岁了。那回头我督促父皇一下，让他有时间的时候多锻炼身体。对了，你和云兰昨日去上香了？正准备跟父皇说这事呢。父皇，您可还记得那李业安？李业安，李爱卿的儿子，朕自然记得。昨天是李二两的忌日，你们遇着他儿子了？朕记得他腿脚不好，还能上山吗？昨日他到李大人坟前意图自尽，是云兰把人劝下，还意外得知
无锡堂药材船中的银子，就是他派人藏匿其中，为的就是引我和云兰入局。儿臣抓住那个衢州盐商纪王，他的真实身份是李大人的嫡次子李义怀。李义怀不是入了战场牺牲在那儿了吗？儿臣到牢狱之中去审问过他，3年前他的确去了战场，想通过军功入仕，进而是有能力揭穿李大人被害的真相，却在战场上是有人要蓄意谋害其性命。他把人击杀之后逃了出来，辗转之下联系上了大哥，兄弟二人商议着要揭穿真相。李安在京城负责出谋划策，李义怀化为纪王，远遁江南，成为盐商。他们花费了3年多时间布下了这个局。他们这兄弟二人可真是好胆量啊，连朕的儿子儿媳都牵扯进去了。不过这两兄弟为父报仇，处境艰难，仍旧是办到了这般的程度，也着实是个人才。直接杀掉的确是太可惜了。是，儿臣也这么觉得，所以才送上了新的奏报，请父皇定夺。你是想着让他们活命，暗中运作一下就是了。律法不容情，唯有父皇能够法外开恩，儿臣不敢擅作主张。你呀，纪王必须死，李义怀可以活着。至于李义安，他身体如何？双腿残疾，身中剧毒，不过云兰看过，说是还有救。之前我告诉云兰，他是最有希望拿到3元及第的人才。云兰还想着把他治好了，让他参加秋天的会试，看看我们大周朝会不会出一个大才子。准了，告诉李义安，若是能够3元及第，朕就赦免他全部罪行；若是不能做到，那么就让他到无锡堂中卖药，还云兰治病的银两吧。父皇英明。韩萧啊，你过来看一看这些奏章，是不是有种很想批阅的冲动啊？儿臣只是一个普通皇子，批阅奏章这样的大事情，还是应该父皇亲自动手。儿臣答应过云兰，今日跟他一起用午膳，先行告退了。站住！身为儿子，你不该为父皇分担吗？儿臣倒是觉得父皇应该是爱护晚辈。父皇，您多多努力，儿臣还是个孩子呢。吴权，刚才你听着没有？楚寒酸那小子说什么？皇上，韩王殿下还是个孩子呢。姐姐，姐姐你怎么了？谁撞了你？究竟是谁撞了你？别碰我姐姐！云兰，云兰怎么样？可有什么地方受伤了？没事。宣太医。姐姐，你不能有事，千万不能有事。父亲出事，母亲一病不起，你若再有个3长2短，我该怎么活？明妃啊，你先平稳一下情绪，你怀着身孕，不能太过激动。父皇，我姐姐最是沉稳，好端端的，怎么可能摔倒？刚刚那名宫女呢？她说了，是有人撞到了姐姐，是谁？到底是谁？是小郡主。不是我，你胡说，我没有碰到太子妃婶婶。太子妃前来给小郡主庆贺生辰，刚刚走到台阶上，小郡主就跑过来，太子妃受惊，直接从台阶上滚了下去。没有，我是朝着太子妃婶婶跑过去了，可周周离太子妃婶婶很远的，婶婶也没有害怕，她还朝着周周笑呢。周周不急，皇爷爷会查清楚真相的。姐姐你一定要撑住啊！回禀皇上，太子妃有了1个月的身孕，只是现在小产了。姐姐的孩子。皇上，太子妃身体虚弱，需要尽快止血，不然怕是连她自己都……立刻给太子妃治疗，要确保她安然无恙。我来帮你止血，你们去开药。是。三嫂，不必劳烦你了，我相信太医。安王妃不宜受到太大的刺激，扶她到一边休息。我的肚子好疼啊！明妃，太医，我的肚子好疼，是不是我的孩子也保不住了？不会的，明妃，你不会有事的。为什么，王爷？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孩子总会出事？先是二哥，他的孩子出事，接着是太子，姐姐好不容易有了身孕，突然就出事了。现在该轮到我的了吧？我的孩子！四弟妹不要怕，你的孩子不会有事儿，你也不会有事儿。三嫂说的轻巧，可是我……四弟妹放心，只要有我在，你肚子里的孩子就一定不会有事儿。太医，
帮安王妃瞧瞧情况如何。安王妃，您的脉象一切平稳，孩子没有事，您放心好了。多谢三嫂。不用客气，以后四弟妹身体若有不适，尽管差人到韩王府喊我。一会儿离宫之后，我会让人送瓶药过去，就是刚才给四弟妹吃的那种，保证四弟妹一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生下孩子。不用麻烦三嫂了，不麻烦。是药3分毒，我怀着身孕，吃药是不是不太合适？四弟妹放心，那药用的都是极品的药材，八宝和父皇都在吃。韩王妃研制的血莲丹用了上等的千年血莲为主药，其他药材也都是价值连城的，药方之精密闻所未闻。安王妃放心服用，血莲丹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爷爷，太子妃婶婶是被人害了。太子妃是你们太子伯伯的正妻，要叫伯母。这样吗？是啊，叫错了也没关系，皇爷爷的八宝还小呢。哼，坏蛋宫女，哥哥会帮昭昭。哼哼哼！王爷爷，您看太子妃伯母的鞋子，她的鞋子用的是流光锦。回禀皇上，德贵妃，太子妃穿的的确是流光锦，那鞋底用的防滑的金麻线也被人涂了油。伯母过来的时候，就是诬陷妹妹的宫女一直搀扶着。太子妃伯母摔倒的时候，最近的不是妹妹，而是她。皇爷爷，您看那个宫女头上珠花是不是少了一朵？太子妃伯母不是自己摔下去的，是被她撞下去的。皇爷爷让人检查一下，看看太子妃伯母的衣裙上是不是勾着她头上的珠花，就知道真相了。王爷爷，您等太子妃伯母醒了之后，也可以向她求证，看看八宝说的对不对。八宝，这些都是你看到的？那宫女推太子妃伯母，八宝没有看到，不过看一下现场，很容易就推断出来了。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妹妹很矮，刚刚在花丛之中招好大胆，弄得满身脏兮兮的。如果是妹妹撞到了太子妃伯母，肯定会留下痕迹。昭昭洗洗就是干净宝宝了。最重要的是，妹妹不会说谎。如果真的是她撞到，或者惊吓了太子妃伯母，她会承认的。哥哥说的对，昭昭是诚实的好孩子。八宝推论很对，非常棒。小小宫女怎么有胆子谋害皇嗣？来人，将她拖下去仔细拷问。把这贱婢拖下去，扔去乱葬岗。另外，调查他家族，满门抄斩。父皇，儿媳无忧。是贱婢暗害，不关你的事情。把身体养好最为紧要。太子妃放宽心，养好了身体，孩子以后还会有的。多谢父皇，贵妃娘娘。伯母吓到你们了，对不住。太子妃伯母多多吃饭，这样就能很快好起来了。周周是哪里不舒服吗？祖母，周周胸口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好像有小棉花跑进去了，把周周噎住了。小棉花坏，祖母回头给周周做点心，多吃点点心，小棉花挤出来就好了。好。父皇，姐姐刚刚失去了孩子，实在是可怜，求父皇允准儿媳过去探望她。你也怀着身孕，不要入宫奔波了。太子妃那边自然是有人照顾着。父皇，儿媳没事的，姐姐实在可怜，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没了，太子殿下又不在身边。皇上，太子妃被人暗算，痛失孩子，正是最为脆弱之际。这个时候，太子若能在她身边陪伴，应该可以帮她减轻痛苦。皇上，太子殿下前去祈福，已经1月有余，是否请他回宫陪伴太子妃呢？父皇，儿臣赞同几位大人之观点。这个时候应该是把太子宣回来。你当真这么想的？是。好，宣太子回宫陪伴太子妃。好了，都散了吧。朕的确是忙得很，这些个时日一直没闲着。是，父皇的确是没闲着，白天忙着帮周周训练小马过河，晚上忙着陪八宝去实验夜调用什么饵料，既要忙着帮好大胆梳毛，还要忙着看小麻雀筑巢，就连池塘中的激烈打架斗殴，您都得看一眼，着实是忙得很。老三，你是指责父皇不务正业吗？儿臣不敢，只是想着太子放到广都寺那边念经，太过浪费了。他格外喜欢批阅奏章，而儿臣又没有时间批阅，那么就把他喊回来，让他来干这活好了。你到底懂没懂啊？朕为什么要把他送去广都寺？
父皇既然是要让太子为国祈福，挽回一下他那摇摇欲坠的形象，又是想借机打压他在朝中的势力，帮着儿臣树立威信。你都明白，怎么还让他回来？儿臣只是觉得，威信是靠自己挣回来的，不是靠着别人让出来的。太子回来与否，对儿臣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是，不是还有这父皇您吗？只要父皇您在上方压着，甭管是太子，亦或者其余兄弟们，都翻不出您这五指山。话呢，也不能这么说，朕可以帮你镇住场面，但关键还得看你自己争气。太子这些年是朕对他太过骄纵，他做事越发失去了分寸，真是有心要给他一个教训的。那么就让他回来，一边帮着父皇批奏折，一边接受教训就好了。你呀，是真不懂，还是假装糊涂？真让太子回来，朝堂上的风向一瞬间会朝那边刮。到底他还占着储君的名头。父皇，您之前问过儿臣对太子之位有没有想法？是啊，你不是说没有吗？怎么现在改变主意了？是，儿臣改主意了。仔细的说说。儿臣希望父皇的身体康健，长命百岁。朕问的是你对太子之位。臭小子，你什么意思？你这个不孝子，你期盼朕长命百岁，一直当皇帝，那你呢？儿臣当王爷，给父皇办差。你说谎的时候，那脸皮都不红的吗？朕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还想用这样的理由来糊弄朕？儿臣脸皮厚，说谎时候脸不红。还有父皇，你以后少吃点盐。云兰说了，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以为你长大了，朕就打不了你了。父皇，您打得狠了，儿臣会跑。逆子，你这个逆子！父皇，您别追了，您再追的话，儿臣可就要上树。逆子，你别说上树，就是钻到老鼠洞里面，朕也必须得把你打一顿。娘亲，你怎么看？娘亲站边上看，你们也往边上挪一挪，别影响了你们皇爷爷揍你们爹爹。都多大的人了，这父子两个还如同小孩子一般玩闹，真是一点分寸都没有。还是大乖乖们听话，不理你们皇爷爷和爹爹，祖母带你们去吃好吃的。混账逆子！皇上，你消消气，先喝碗燕窝润润喉咙。朕不喝。父皇，多喝点，对身体好。你别以为太子回了宫，你就可以偷懒。太子批过的奏折，你要帮朕再看一遍。父皇，太子虽其余事情上不是那么靠谱，可处理起来政务还是很得心应手的。他所批的奏章基本没出过什么岔子，儿臣再看一遍，会让太子多心的。多心就多心，朕就是不能看着你偷懒。父皇，儿臣接下来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忙，主要是帮着云兰重新编撰过的医圣宝典该往外推广，同时还要在各地筹办无极堂。你从朝中调集人手就是了，逼出些时间来帮着批阅奏折。儿臣真的是没空，到时候您怕是连儿臣人都找不到。您大可以是把奏折送韩王府去，不过怎么送过去的，应该就怎么给您拿回来。您别一个人生气，再把自个儿气着就好。是皇爷爷不好，这好好的生辰宴都没给你们办好。皇爷爷没事的，周周没有生气。周周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还约定了要去新朋友家做客，去看他们家的大猫猫。周周，听话，咱不去。你喜欢什么样的猫，皇爷爷呢让百寿园那边给你送，应有尽有。我们家的猫猫也会后空翻吗？会，前空翻后空翻，左脚踩右脚，螺旋上天，也就没什么是我们家的猫不会的。八宝和周周过生辰，府里不是发了赏钱，还专门设了宴席，让他们跟着一块高兴高兴吗？我给他们都放了假，兴许是看着天气还不错，出去逛逛吧。啊，也是，好不容易有个假期，是应该到处走走了。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们能歇着躲懒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要不要趁着还可以偷懒，好好的庆祝一下？啊？怎么庆祝啊？江南那边被救的盐商们联手送了不少礼物过来，其中有几坛桃花酿，没有丝毫的酒气，反倒是有股桃花的芬芳。要不要尝尝？好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倒真想尝一尝。你尝尝味道如何？味道真不错。再尝一尝这些小菜，都是你喜欢的。云兰，我心悦你。你喜欢我？是。我也喜欢我自己。你说我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情敌。云兰，我没开玩笑，我一直觉着你很好，你觉着我怎么样？我当然觉得你也极好。那我们两个？我们两个都是好样的。云兰。
楚寒香，我们来玩游戏吧。玩游戏？我们来玩醒酒令，输了的人就要听赢了的人的话，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好。胡。鸡。愿赌服输。好了，现在有2种惩罚让你选，你可以选择真心话，问什么就答什么，或者是大冒险，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选哪种？真心话。我问你啊，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那种特别丢脸又不好意思告诉父皇和母妃的事儿？小时候贪嘴，拿了父皇送给母妃的簪子，穿了蚂蚱去烤，结果蚂蚱没烤熟，吃完之后肚子疼了3天，这算不算？算。继续。八宝和周周过生辰，府里不是发了赏的钱，还专门设了宴席，让他们跟着一块高兴高兴吗？我给他们都放了假，兴许是看着天气还不错，出去逛逛吧。也是，好不容易有个假期，是应该到处走走了。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们能歇着躲懒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要不要趁着还可以偷懒，好好的庆祝一下？啊？怎么庆祝啊？江南那边杯酒的盐商们联手送了不少礼物过来，其中有几坛桃花酿，没有丝毫的酒气，反倒是有股桃花的芬芳。要不要尝尝？好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倒真想尝一尝。你尝尝味道如何？味道真不错。再尝一尝这些小菜，都是你喜欢的。云兰，我心悦你。你喜欢我？是。我也喜欢我自己。你说我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情敌。云兰，我没开玩笑，我一直觉着你很好，你觉着我怎么样？我当然觉得你也极好。那我们两个都是好样的。云兰。楚寒香，我们来玩游戏吧。玩游戏？我们来玩醒酒令，输了的人就要听赢了的人的话，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好。胡。鸡。愿赌服输。好了，现在有2种惩罚让你选，你可以选择真心话，问什么就答什么，或者是大冒险，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选哪种？真心话。我问你啊，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那种特别丢脸又不好意思告诉父皇和母妃的事儿？小时候贪嘴，拿了父皇送给母妃的簪子，穿了蚂蚱去烤，结果蚂蚱没烤熟，吃完之后肚子疼了3天，这算不算？算。继续。你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把你刚才做的事情写下来，然后贴到宫门上去。哎呀，堂堂韩王，该不会做不到吧？怎么会？我能做到。那你快去吧，我等你哦。云兰，我贴完了。没事儿，谁过去还没有点黑历史呢？你也有吗？当初我刚开始学医的时候，拿着银针扎自己，结果给自己扎的半边腿都动不了了，叫了许多人才给我治好的。你知道了我的一件丑事，我也要知道你的，如此我们算扯平了。云兰，我是认真的，我心悦你，今后想与你白头偕老，绝不让你受一丝一毫的委屈。你若是愿答应我，就吃一块白玉糕；若是不愿意，就吃一块豌豆黄，可好？你不是让我选吗？是给了你选择这权利，但是我只能接受一个后果。云兰，刚才你喝了酒，一时间没想清楚，也怪我不该问你问得如此匆忙的，我们改日再选。我不要，我要今天选。云兰，我选择你，不是因为你是唯一的选项，而是哪怕有很多的选项，我还是依然会选择你，因为我对你也是同样的喜欢。云兰，你真的选我了吗？是啊，我当然会选你啊。谢谢。哎，不哭，虽然你不行，但我也不会嫌弃你的。我们2个以后呢，就恩爱不移，白头偕老，将八宝和周周抚养长大。你刚刚说什么不行啊？你呀，这么说也不准确，我的意思是你的小兄弟。谁告诉你我不行的？哎呀，这种事情不能讳疾忌医，更何况我不介意。不过你还是得仔细检查检查，让我看看是生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检查？你来查吗？当然是我了。啊，那个蜡烛好生眼熟啊！别看蜡烛。不看蜡烛看什么呀？看我。啊，你不是不行吗？你好好检查一下就知道了。放开！姐姐，你为什么如此霸道？我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为什么你也要来破坏？你这人说话好生没道理。我们和穆姐姐欢欢喜喜的买簪子，是你自己硬要凑上来，还张口闭口说我们仗势欺人。我们本不愿意搭理你，可是你非要开口讨人嫌，自己作死，反倒调转过头来，一副自己才是被害者的样子。怎么，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得当你爹当你娘，对你宠着惯着才可以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想说两句公道话，没想到姐姐就如此较真。不要开口闭口就是指责别人，凡事多想想自己配不配。你们穆家二房忘恩负义的名头，如今还在京城外面传扬着。你没弄清楚状况，开口就指责别人，还一口咬死，自己说的就是公道话。公道在哪儿？在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中间吗？你怎么能如此咄咄逼人？我虽为妾室，难道就没有开口的权利了吗？郡王爷您在哪儿？快来救救绵枝，你的绵枝要被欺负死了。绵枝，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殿下，我没有冒犯任何人，只是不忍心看到可怜的夺宝斋掌柜被欺负，所以……哎呀，见过英俊了。沈小姐是我们多宝斋的常客，今日陪着韩王妃以及安王的2位侧妃前来光顾，小人心中这万分感激啊，所以就决定送一只簪子给韩王妃，希望今后韩王妃呢能够多多照顾多宝斋的生意。没想到您的妾室忽然间就冒出来了，说小人被欺负了，小人也是一头雾水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他，好好送礼的机会都被他给搅和了。事情是这样，多宝斋掌柜开门做生意，也不过是小本买卖，不知道多少天才能挣回一只买簪子的钱。姐姐都是韩王妃了，朱颜阁和无极堂日进斗金，怎么能贪图这点小便宜呢？所以我才仗义直言，帮多宝斋的掌柜说几句公道话。自从你双亲陪着老夫人一通胡闹，公然在顺天府衙指责我父亲和母亲谋害老夫人，穆家2房便彻底绝了情谊，断了往来。我也早已经明确说过，别管是跟老夫人还是跟你们穆家2房，都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了。以后再见到我，恭恭敬敬的行礼，称呼一句韩王妃。再让我听到姐姐2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别怪我与你斤斤计较。三弟妹，这话说的是不是严重了？绵枝是我的妾室，二哥也知道她只是一个妾室，难不成你还要让我对一个妾室恭敬有加？还有，二哥有银两养妾室，给他披金戴银，想来必定有银两偿还了我帮你看病的药费吧？总不好让外人都知道二哥欠着救命的治病钱不还，反倒是拿着银两花费在一个妾室身上。掌柜的送我的簪子我极为喜欢，劳烦你包起来。多宝斋的东西不错，掌柜本本分分做生意，想来也不会有不讲理的来找麻烦。若真是碰上1、2个嚣张跋扈、不遵律法的，可以到朱颜阁中给我送信儿。多谢王妃。穆姐姐，穆姐姐，我问，这是怎么了？来人，立刻通知顺天府尹，通知朱颜阁将我的药房消毒。另外通知王爷，让他即刻带着人赶过来。刚才有人故意推我，意图谋害，这里的所有人都不许离开，包括英郡王，还有那匹风马不要移动，封锁街道。等我救回婉婉，我要亲手验尸。儿臣参见父皇。今天你和老二当街发生了冲突，父皇，今日风马惊扰百姓，还差点践踏了云岚，儿臣前往控制局面，调查事情起因，并未和二皇兄有任何的冲突。你胡说！你和穆云兰咄咄逼人，纵容其他夫人小姐欺负我的妾室，后来的确有了金马事端，可本王和妾室只是恰好路过，与此事毫无关联。你却不分青红皂白，将本王的妾室扣押，关入了大牢。老三，你当真的扣押了英郡王的妾室？是。你可有证据证明那妾室与风马案有关系？儿臣没有证据，只不过是感到他出现之时机太巧了。什么叫时机太巧？分明就是你不分青红皂白，要一味的维护穆云兰。我的妾室不过是和穆云兰发生了几句口角，对她言语上有了几分不恭敬，你心中不高兴大可告诉我，让我去责罚她。可你偏偏要挟私报复，还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实在是辜负了父皇对你的信任。皇上，安王和安王妃到了。他们2个来做什么？算了，宣进来吧。三哥，庄侧妃能够以命相搏保护三嫂，我和安王心中都是高兴的，并没有丝毫要责怪三嫂的意思，都是工部侍郎那边擅作主张，还请三哥不要责怪。安王妃，你在说什么呀？父皇，
您还不知道吗？今日在西市的主街上有风马冲撞百姓，差点伤了三嫂，是我们府上的庄侧妃以命相护，将三嫂给救下了。庄侧妃是工部侍郎的嫡女，工部侍郎对这个女儿最是疼爱，听说了这件事，便直接找到韩王府闹开了。好心救人，应当嘉奖，何况这救的还是韩王妃，工部侍郎怎么就闹起来了？兴许是知道自己的女儿命不久矣，而且她肚子里还怀着王爷的孩子吧？庄侧妃也怀孕了，回禀父皇，儿臣的妾室怀有身孕，刚满1个月。四弟，你的庄侧妃什么时候怀上的身孕？三哥，景木这些时日身体不怎么好，请太医调养过，却不见多少成效。说出来也不怕父皇和2位兄长笑话。自从迎娶了庄侧妃和邢侧妃，王爷便对2位妹妹多有冷落，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对不住2位妹妹，所以让王爷多去陪伴他们。大约是2个月之前，也就是三哥和三嫂在江南的那段日子，王爷终于放下了心结，庄侧妃伺候的也周到，前几日才诊出怀有身孕，只是想着还未满3个月，胎象不稳，所以才没有回禀给父皇。我和庄侧妃同时有孕，也算是双喜临门，正想着过段时日告诉父皇，让父皇好好的高兴一下，没想到中途竟出了这样的事儿。工部侍郎应当也是难以接受同时爱女的同时又失了外孙，所以悲痛过度才一时失态，还请父皇不要责怪工部侍郎。父皇，儿臣可没有四弟和四弟妹那么好的性子。对于四弟来说，好歹四弟妹肚子里面还怀着一个，可儿臣的孩子却接连出事，好不容易有个妾室再次有孕，竟然还被三弟直接抓去关入了大牢之中审问。这说是有个3长2短，我必定要和楚寒宵没完。皇上，顺天府尹求见。宣，皇上，被关入顺天府大牢的英郡王妾室穆氏出事了。出了什么事了？穆氏晕倒在了大牢之中，衣裙上满是血迹。什么？我的孩子没了？怎么会这样？庄侧妃和孩子一同受难，英郡王的妾室那边也出事了。楚寒宵，你没有任何证据，无缘无故扣押我的妾室，导致他腹中的孩子流产，你就是杀害我孩子的凶手！父皇，您要为儿臣做主，为儿臣为出生的孩子做主啊！他也是您的皇孙，是我们楚家的骨血呀！父皇，儿臣今日在崇英殿上香跪经，结果先帝的牌位突然震颤，叩倒在了桌面之上，儿臣心中不安，特意前来禀告父皇。皇上，微臣夜观天象，发现紫微星旁有阴云环绕，主诸事皆不利，而且还出现了2颗凶星，与紫微星形成对立之势啊！这星象说明了什么？紫微星代表的是地星，也就是皇上您乃真龙天子，自然不会害怕凶星所带的邪煞之气。可那凶星光芒十分的耀眼，遮掩了紫微星周围拱卫星辰的光芒，恐怕对皇室的血脉不利啊！父皇，今天发生的事情和星象应验了，四弟的孩子和儿臣的孩子纷纷出事，凶手就是楚寒宵和穆云兰夫妻2个。寒宵，你有什么想说的？父皇，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儿臣相信清者自清，没什么想说的。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入宫呢？穆云兰呢？庄侧妃受伤严重，云兰带着她去朱颜阁医治，算算时间，应该是快赶过来了。儿媳见过父皇。贱人，你害了绵枝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原来二哥是因为失去孩子，太过痛心。我还以为是老毛病又犯了，还想着用内力再帮他淬炼身体，好方便云兰帮他医治。你们不愿意帮我治病，我认了。可是你们害了我的孩子，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原来二哥如此在意自己的血脉，我还以为二哥对孩子一直都是觉得可有可无呢。你什么意思？我能有什么意思？不过是想起来二哥的嫡长子从出生到现在好几个月了，从未见二哥去探望过。倒是二嫂日夜精心的照顾他，按照我给的方子给他抓药沐浴，如今大孩子的身体都变得强健了不少呢。皇上，刑部尚书工部侍郎前来求见。若是还有人要求见，不必通传，通通的宣下来。参见皇上。你们2个现在过来又是为了什么？回禀皇上，今日有风马闯入西市的主街，差点伤到在主街玩耍的孩童，幸得韩王府护卫相救。经过调查，
那些疯马乃是被盗贼偷窃，而且疯马的主人是越奴来上京经商的商人。臣担心这里面另有隐情，特意前来向皇上请旨，更加仔细的调查。你呢？回禀皇上，微臣的女儿出事了。庄大人，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庄侧妃。这件事情的确不能怪安王妃呀。没错，庄大人痛失爱女，还能保持理智，实在是难得。今日父皇在此，你心中有什么委屈和诉求，就全部说出来，父皇一定会为你做主的。二哥问话就问话，眼睛老往我和王爷身上撇做什么？二哥是想暗示什么？我还用得着暗示？我直说了又如何？庄侧妃难道不是因为救你而亡吗？你胡说什么呀？你还在这里装模作样。本王亲眼所见，庄侧妃为了救你，被疯马踩断了脊椎，当场吐血，奄奄一息。你可知道，庄侧妃已经怀上了孩子了，就是因为你一尸两命。难道你不应该给安王府和工部侍郎一个交代吗？谁告诉你庄侧妃死了？父皇，庄侧妃的确是为了救儿媳而身受重伤，好在治疗及时，如今命已经保住了，只可惜却昏迷不醒。庄侧妃真的没事了吗？实在是太好了，这可真是菩萨保佑。只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情况如何？你说的什么孩子？自然是她肚子里我们家王爷的孩子了。她已经怀孕将近2个月了，三嫂精通医术，帮她诊疗的时候，不可能没有看出来吧？我的确没有看出来她怀有身孕。不可能，我请了太医亲自为她诊脉，她的的确确怀上了身孕。三嫂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难不成是庄妹妹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若是如此，三嫂直说就是了，没有必要隐瞒她的真实情况。王爷，你快告诉父皇实情。父皇，千错万错都是儿臣的错，请父皇责罚儿臣吧。王爷，你说什么呢？明妃，庄小姐不曾有孕，你误会了。我也不是很理解，四弟妹为什么一口咬定庄侧妃怀了身孕呢？毕竟她还是完璧之身呢。王爷，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吧？2个月前，你分明宿在了庄侧妃的院子里，2名太医分别诊脉，都确定庄妹妹怀上了孩子，她怎么可能还是完璧之身？那天我喝醉了，只是单纯的睡在了庄侧妃的院子里。那天的酒很浓很烈，还是你亲手准备的呢，你忘了吗？你骗我！你既然没有同庄妹妹圆房，为什么大夫还诊断出她怀有身孕？这若是误诊也就罢了，别是庄妹妹身体有什么异样吧？还是安王妃考虑的周全。安王殿下，针对这一点，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解释？这件事情说来也怪，庄侧妃前段时间身体不适，便请了大夫前来医治，结果她服下了大夫给开的药，不仅没有恢复，还被诊断为有孕。本王确实冷落了庄侧妃，自她入府，从未有她与过亲近之举，且相信庄侧妃清清白白，恪守礼仪规矩，也绝不可能与外人有逾矩之处，所以本王便告诉她，此事不要宣扬，由我来慢慢调查。此事的确是怪异，不过庄侧妃能够平安无事，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事回头再慢慢查就是了。父皇，儿臣以为街上出现疯马之事，影响重大，眼下当务之急，应该听取刑部尚书的提议，好好查一查疯马的来历，以及带着他们入京的那对越奴商人。四弟当初迎娶2位侧妃时，颇为不情愿，我还以为你对他们不怎么关心呢，如今瞧着倒是误会了。我不情愿允许旁人入府，是因为对自己的王妃爱中有加，不忍心惹她失望，不代表着我能眼睁睁地看着有人害到无辜者的头上而无动于衷。我在为人夫君之前，总得先做个人吧。父皇，儿臣觉得事情颇有些怪异，于是就着手调查，发觉是那大夫用错了药。用错了药？是，那药十分奇特，服用之后会让人出现假孕的症状，就连脉象都与真正怀孕的女子一般无二。父皇，的确存在这样的药，这种药来自于百越的皇族，在百越有些部落以女子为尊，那些女子为了长久保持美貌，专门利用各种药草、毒药配制出了此药，名胭脂醉。百越那边传过来的药，一想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的药怎么会出现在安王府？这恐怕就要问问太子了。四弟，我看你是病糊涂了吧？姑怎么可能会知道这样阿杂的东西呢？可是我把那些大夫抓起来审问，调查他们手中药材的来历，无意间发现
他们的药材皆出自惠民堂，而惠民堂背后真正的东家，同样是一名大夫。那名大夫却被太子请了入宫，专门为太子妃调理身体。老四，你所说的话为真？是，儿臣不敢隐瞒父皇。父皇，太子妃多年没能怀上身孕，宫中的太医多方调理，也没能找到根由，儿臣便想着从民间请一位大夫入宫。这件事情也是向父皇报备过的。真有印象，你的确是报备过。儿臣将人请入宫，是听闻那人医术不错，在民间颇有声望。至于什么胭脂醉之类的药，儿臣闻所未闻。四弟说这件事情和太子有着关联，而太子又主张毫不知情。既如此，那就把那个大夫找出来盘问清楚，不就真相大白了吗？那大夫现在还在不在东宫，我可就不知道了。太子妃小产，儿臣回宫之后万分心痛，所以更换了一批东宫的下人。那名大夫也被遣送出宫了。不妨事，既然知道了他是惠民堂的东家，这人就跑不了。父皇，儿臣觉得应该是即刻把人带入宫中。稳了。老二，你有什么话说？父皇，儿臣不知道什么假怀孕的事儿，这件事情可和儿臣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的妾室不也是怀孕了吗？儿臣的妾室怀孕是儿臣辛苦，和什么药没有关系的。是吗？就你这榆木脑子被人算计了，恐怕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吧？父皇，您也说了，儿臣是个榆木脑袋，这是什么用药啊、怀孕啊、流产啊什么的，儿臣可想不出来。再说了，儿臣现在都被父皇您给贬成一个郡王了，这爵位跟老三家的2个孩子平起平坐，连自己的王府都住不得。儿臣现在就沉迷个女色，养几个小妾，别的真的不敢折腾了。养小妾，能养活自个儿就不错了，还想着养小妾呢？谁好人家女儿能看上你啊？如果不是你还占着皇子的名头，你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父皇，我是您的儿子呀，您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哼，儿子生你还不如生个棒槌呢。父皇，您愿意骂就骂吧，您骂完也让人去查查木棉枝，她要是也假怀孕，儿臣一会儿出宫就拿刀劈了她。她要是真怀孕被折磨流产了，儿臣再继续找老三和他王妃算账。搞了半天，你对小妾目视，竟就是木棉枝。父皇，您还记得呀？他之前被太后宣入宫中，朕怎么就不记得？回禀皇上，臣带人赶到惠民堂，发现其已经关门几日了。之后询问惠民堂东家的住所，发现已经被烧成了灰烬。据说惠民堂东家上下6口全部在睡梦中被烧死。太子，你的心可真大呀！父皇，这奸细伪装身份，竟是连太子都骗了过去，可见手段之高明。儿臣以为，全部跟他接触过的人都必须要详查。惠民堂可是存在了很多年了。不错，这桩案子由刑部调查。是，臣一定将其调查得清清楚楚。太子，你识人不清，让一个百越奸细居住东宫那么久，险些酿成了大祸，你让朕……父皇，儿臣有不查之罪，请父皇责罚。一国太子，关系着国之未来，一人错，便有可能让整个大周朝百姓万劫不复。你是朕最为疼爱的儿子，可如果你再这么继续不知反思，肆意妄为，那么朕就不得不考虑更换这太子的人选。父皇，韩王，庄侧妃受了委屈，你要好生安抚。父皇，儿臣对不住庄侧妃，更配不上这般好的姑娘。儿臣想要和庄侧妃、邢侧妃和离。放肆！既然知错就要改，你好生弥补2人就是。和离，想都别想。四弟，庄侧妃虽然命保住了，可是脊柱被风马踩踏，伤势十分严重，恐怕没个1年半载的好不了。你这个时候与她和离，是要逼死她吗？我可怜的女儿啊！安王殿下，微臣老年得女，对婉婉视若珍宝。您若是不给她一条活路，那老臣一家子也要跟着一起去了。皇上啊，老臣脑袋晕，心口痛，肚子转心，四肢无力，大约是要去见先皇了。反正老臣一家子也没了活路，皇上您就开口，让我们一家人到地下团聚吧。庄爱卿，不必如此，你放心，有朕在，绝不会让老四这个混小子亏待了你女儿。请庄大人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庄侧妃的。那牧师可还活着，能否接受审问？回禀皇上，臣前来求见，就是专门要回禀这件事的。牧师现在安然无恙，只不过受了些惊吓，有些胎象不稳。不过幸好得韩王妃救治，如今已经没有大碍。顺天福尹，你敢诓骗父皇？你之前还说木棉枝晕死在了大牢之中，一群上都是事迹。是啊，微臣还未说完，不是就被郡王您给打断了吗？
有人买通了顺天府大牢的差役，进入关押末世的牢房之中，强行给他喂堕胎药。还好韩王妃及时发现，将2名贼人捉拿。哼，蠢货，被人算计了而不自知，还差点连累你3弟跟3弟妹。那木棉枝必定是有人安排，故意接近你的，为的就是让他怀上你的血脉，然后故意闹事，让你3弟或者3弟妹扣押的，而后便是设计让他流产。一来这木棉枝算是云兰的妹妹，会让人感到她不顾亲情，心思狠毒；二来则是迫害皇室血脉，加上青天剑的批语，只需略微推动，便能够坐实了他们2个凶星的名号。可真是好算计，给木棉枝喂堕胎药的人可还活着？人还活着，不惜手段把他们的嘴撬开。朕倒是要看看，到底是什么牛鬼蛇神，竟是算计到了朕的皇室血脉的身上。棉枝见过皇上。放肆！大胆目视！既然以为英郡王妾室，在皇上面前应该自称奴婢。是，奴婢罪该万死。朕接下来这些问话，你如实的回答。英郡王府不介意多养一个人，可是若是有丝毫的隐瞒，那就别怪朕不留情面。是，奴婢一定如实回话，绝不敢有任何的期盼。你今日为何会出现在韩王妃的面前？这件事说来话长，还要从一个人找到奴婢，说能够帮助奴婢解决困境开始谈起。什么人？就是他，安王妃。你在胡说什么？我和你可不认识。皇上，奴婢没有说谎，是安王妃安排人找到奴婢，说能够让我飞上枝头，成为凤凰。他告诉我，如今唯一能够接近的皇子就是英郡王了。他还告诉了我具体要如何接近他，如何引起他的注意，如何让他甩不开我。他还给了我有助于怀孕的方子，说要让我尽快怀上孩子，如此才能在韩王妃面前耀武扬威。他在胡说八道。木棉枝，你不要血口喷人。王爷，你是相信我的吧？我整日待在安王府，安心养胎，哪有心思去管旁人？我相信你。牧师，你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奴婢若有一句假话，宁可被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安王妃，你若是肯如实的回答，承认错误，朕可以网开一面。父皇，儿媳借用一句三哥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也相信清者自清，更加相信父皇会查明真相，还我一个清白。皇上，这是给牧师喂堕胎药贼人的供述，请皇上过目。傅明妃，你还不实话实说？父皇，儿媳嫁给安王多年，从来都是安分守己。父亲出事之后，我虽心痛，可也理解，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您没有因为父亲追究儿媳的责任，儿媳只觉得心中感激又惭愧，对三哥三嫂更是觉得愧疚万分，又怎么可能拐弯抹角的去蛊惑木棉枝，进而陷害他们呢？雁过留声，水过留痕，但凡做过，就不可能没有丝毫的证据存在。父皇，儿臣入宫之前已经派遣人去捉拿木棉枝身边的嬷嬷和侍女，相信很快会有结果传过来。皇上，有人指使微臣故意危言耸听，以此来陷害韩王和韩王妃。是安王妃，是他指使微臣这么干的。你胡说！安王妃痛恨韩王妃揭穿了江南盐税的案子，害得副丞相被免去了官职，身陷囹圄，所以就安排了眼下这一出大戏。他设计想让庄侧妃怀上身孕，之后又指使木棉枝接近英郡王，等两人都有了孩子，就一并将他们除掉，借用凶行出世的名号，将罪名推给韩王和韩王妃。儿媳是冤枉的，我根本不知道青天剑正在说什么。父皇，明妃是清白的。老四，想清楚了再说话。父皇，我父亲心生贪念，在江南盐税一事上犯了糊涂，可他忠君爱国，绝对不会和百越的奸细有任何牵扯。好一个安王妃，朕可真是小看你了。你祸害了楚景木一个还不够，竟是把主意打到其他皇子的身上，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毒。父皇，明妃她是个善良的女子。善良？她分明就是个蛇蝎毒妇。底下奴婢已经招认，就是她安排木棉枝接近你二哥，她要算计我们楚家血脉，要用这未出世的孩子算计你三哥三嫂，连腹中胎儿都利用。你说她善良？父皇，明妃许是一时糊涂，这不怪她，是儿臣的错，儿臣没有给足她安全感，儿臣无用。你是无用，被一个女子拿捏住了软肋，玩弄于股掌之中。楚景木，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里还有一点结交天下好友的洒脱风范呢？父皇，情出自愿，是儿臣喜欢明妃，不关她的事。傅明妃虽生确凿，
单单是他敢利用皇室的血脉来栽赃陷害这一条，就足以杀个好几次。不过现在他怀有身孕，暂且留他一命。不过这安王妃的位子，他是不配坐。父皇，千错万错都是儿臣的错，父皇想要怎样惩处，儿臣都认了，请父皇饶恕明妃。老四，你要替傅明妃过来领罚？是，什么惩罚儿臣都忍。皇家容不下这样的儿媳妇，若是朕非要让你休了她呢？儿臣不孝，愿意自皇家除名。景木，你病糊涂了。楚景木，再说一遍。父皇，既然皇家容不下明妃，那儿臣愿意自皇家除名，从此不再做皇子。你混账！只考虑自己为人夫君，莫非就没想过你在迎娶傅明妃之前还是朕的儿子吗？身为人子，却为了一个女人要和你的父皇断绝关系，你这是大不孝！父皇不只有儿臣一个儿子，没有我这个不孝子，还能让父皇更加省心。儿臣这一世愧对父皇，等到来世，必定当牛做马，来到父皇面前赎罪。今日起，朕也就没你这个儿子了。父皇，景木病得厉害，请父皇再给次机会。不是朕不给机会，是他不稀罕这个机会。父母生养的血脉之恩，他都可以随意抛弃，朕还要怎么给机会啊？明妃她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不能抛弃她不管。那你就要舍弃身份，舍弃父皇，舍弃我这个兄长吗？楚景木，你不能这么自私。三哥，哪怕整个天下人都不理解我，三哥你应该懂的，对吗？好，既如此，朕就成全你们。安王楚景木即日起留在王府，仔细的照顾庄侧妃，直到他身体痊愈。至于你们两个庶民，滚出皇宫。父皇，那木棉枝，把人带回去，好生的养胎。以后他就是你正经的妾室了。你不至于连个妾室也养不活吧？是，儿臣定然好好的养着他，等他平安生下孩子。朕累了，余下这些人，太子你来处置吧。父皇，傅明妃为了一己私仇，竟算计上了皇室血脉，着实是恶毒。儿臣更没有想到，那大夫竟然出身自傅家。儿臣怀疑傅家早已经包藏祸心，如此一来，太子妃那边是不是也该好好查一查呢？你想怎么查？儿臣怀疑太子妃有孕，同样也是服用了胭脂醉的缘故。若真是如此，那么她就不堪为太子妃。即便太子妃真的有问题，你身为太子也该避讳。这件事就让韩王去查。父皇，朕累了。韩王妃，今后你好自为之吧。是，多谢韩王妃救命之恩，今后我一定安分守己。楚景木，你早就知道我在暗中谋划的一切，是不是？明妃，这处的院子虽然不大，但我们一家三口生活也足够了。等将院子都打理好，明日一早我就出门看看。我现在身体不怎么好，重活累活是干不了了，但是可以去做私塾里的先生，或者酒楼药铺里的账房。我会努力挣银两，不让你和孩子受委屈。为什么？你不是说爱我，不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站在我这一侧吗？你为什么要坏了我的计划？明妃，你别激动。楚景木，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在暗中筹划这一切？明妃，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三哥三嫂争斗呢？他们害了傅家，害了我父亲，害得我如今只能坐在这座破败的荒院里。我凭什么不能和他们斗？难道在你眼中，我就不配拥有任何的好东西吗？我就只能任凭旁人欺凌？你是不是少说了什么？你什么意思？你应该忘了说最重要的那一点。因为三哥和三嫂挡了太子的路，所以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他们，帮太子铺一条康庄大道。你胡说什么？明妃，不要说这些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好不好？安稳？楚景木，你为什么那么自私？我父亲现在身陷囹圄，我姐姐地位岌岌可危，而我住在这样又破又烂的房子里，全然看不到希望。你告诉我怎么安稳？景木，我知道你和韩王府关系好，可我若是不和他们争斗，就没有活路了。我只是想给自己争个一席之地，想要将父亲救出来。为人女儿，我这样做难道错了吗？我不知道。景木，想想办法。父皇虽然把我们贬为庶民，可是他并没有开口让安王病逝，如此就代表着他还希望你回去。
你结交了那么多朋友，又一心把楚寒霄当成好兄弟，现在你落了难，也该他们为你出力了，想办法回到朝堂。明妃，我能回去，你却回不去了。父皇不会接受你继续当安王妃。那我们就演出戏，你假意休了我就是了。只要你回到朝堂，只要你手中掌握了权势，想给我个名分还不容易吗？我之所以抛弃皇子的身份不要，为的就是要保住和你的夫妻情分，你却宁愿让我休了你。只是做戏而已，有何不可？那你非要推着我和庄侧妃圆房呢？你在酒里下药也是做戏而已吗？我是不愿意看你一直因为亏待庄侧妃而觉得愧疚。我把你放在心上，为了你，什么身份、地位、亲情，我都可以舍弃。我把心捧到你的面前，你可以无视他，不要他，可你不应该把他接过去踩在脚下，一边践踏，还一边嫌弃他血淋淋的，弄脏了你的衣裳。韩王和韩王妃是来看笑话的吗？就你，也配让本王看笑话？如今的我，已经被贬为庶民，着实不配。景木，瞧瞧，你看中的三哥和三嫂真不错，还专门来落井下石。房间内还未打扫，脏乱得很，不好意思请韩王和韩王妃进去。你在说什么混账话？无论你是否在乎皇子的身份，在我的心里，你都是我弟弟。三哥，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昔日风马闹事是你安排的。我听不懂韩王在说什么。你的计划差一点就成功了，风马闹事还是冲着一群孩子去的。我身边的护卫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辜的孩童出事，一定会前去相救。如此一来，我身边就没人了。恰好多宝斋门口，因为我和木棉枝的冲突，引了不少人看热闹。你安排的人手就混在这些人当中，趁乱将我推到风马的马蹄之下。你算计得很是周全，若是我能直接死在马蹄下，那是最好。到那个时候，韩萧突闻噩耗，必定理智全无。别说一个木棉枝了，就算是英郡王，他也必定不会放过。只需要他动手，略微推动，就能给他扣上一个弑杀兄长、谋害皇室血脉的名头。到时候，既除掉了我，韩萧这些时日积累的名声，也必将瞬间土崩瓦解。韩王妃编造故事的能力可真是一流，这般好本事，不去写话本子可惜了。这女人啊，因爱生恨，可真是丑陋。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为了四弟，我和韩萧对你一再忍让，甚至对你做下的那些脏事守口如瓶。可我们的退让，却让你得寸进尺。既如此，那就别怪我撕了你的脸皮。景木，我不想看到他们，一看到他们我就肚子痛，赶紧把他们赶走。四弟，你若是永远装睡，我和你三嫂肯定是无法把你叫醒的。可是我不希望你沉迷其中那个美梦，变成毁了你一生的噩梦。当初前往围场东猎，你们意外坠崖，你三哥下山崖寻找你们。傅明妃在你重伤濒死之际，直接向你三哥表白，甚至还对他暗中下药，意图与他有肌肤之亲。还好我及时赶到，这才没有酿成大祸。不可能！四弟，你把傅明妃当做了此生挚爱，自然明白爱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你有在傅明妃的身上感受到一丝一毫吗？她从头到尾都在演戏，她一直在骗你。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不过是服用了胭脂醉，因为她早就服用过绝育药，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闭嘴，慕云兰，你闭嘴！你凭什么血口喷人？凭什么往我身上泼脏水？你的肚子已经5个多月了，有任何胎动吗？我本不想揭穿你，因为我想看看足月之后你究竟会生出个什么东西。可你实在是可恨，你算计我也就罢了，可你不该将婉婉牵扯其中。我没有，景木，你相信我，我没有。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喜欢的是我三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若是你早些说。我都说了我没有，你为什么不信我？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三哥三嫂绝不会撒谎。你信他们，不信我。王妃一直都是喜欢韩王的，她收藏过韩王的字迹，还在自己的闺房之中留下过很多情诗和画像。哪怕嫁入了安王府，她的心意也从来没有变过，老奴可以作证。景木，那都是之前的事情了。我之前的确是喜欢过楚寒萧，可我最终还是被你感动，决定好好与你过日子。明妃，你恨我吗？
你说什么呢？我迎娶了你，让你再也没有接近三哥的可能。你恨我吗？我都说了，我已经不喜欢他了。我现在喜欢的是你。明妃，我心悦你。自从第一眼见到你，我便满心满眼都是你。直到能够拥娶你为妻，我高兴的好几日都睡不着。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哪怕你让我每日割血给你做药引，哪怕明知道你在要我的性命，我也心甘情愿。明妃，我不是傻子，我能感觉到你对我态度中的冷漠，也能感觉到你对我的轻视，可我却一直欺骗自己，欺骗我对你付出的一片真心，就能够得到同等的回报。可是到如今，我愿意把命都给你，可你却连一句真话都不愿意跟我讲。景木，这个女人不值得你伤心。之前一直隐瞒你不说了，一是当时你伤势严重还未恢复，不敢对你过于刺激；二是害怕说了你也不信，反倒伤了我们之间的兄弟情分。可现在她一步一步的把你害成了眼前这样子，我们不能够再坐视不管了。我明白三哥三嫂的顾虑，是我识人不清。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三嫂，我醒了，彻底醒了，可我还是喜欢他，我做不到亲手杀了他，所以我会困住他，用我自己将他困死在这座院子里。三哥三嫂，你们放心，傅明妃这个人永远都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娘亲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许去配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娘亲，对不起。为什么主动去接触那个百里竹风？因为他很坏，他要抢走娘亲。八宝，这话听谁说的呀？哥哥在陪我掉井里，有人在说悄悄话，被我们听到了。所以，八宝你就要给百里竹风用药，直接把他毒成一个活死人。娘亲之前说不可以随便给人下药，因为大周朝的人都是同胞。可那个追风的，他不是大周朝的呀。百里竹风虽然不是大周朝的人，可也是人。王爷爷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有二心，又不是大周朝的，为什么不能全部毒死呢？你忘了，娘亲教你认识各种药材毒物时告诉过你，万般手段皆是为了治病救人。身为医者，应该心存善念。可是皇爷爷说，八宝以后不当医者，八宝要当很厉害的皇帝。当皇帝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子民。爹爹曾经告诉过我，越奴经常出兵打我们大周朝的人。八宝要保护子民的话，为什么不能把越奴的人全部都杀掉呢？八宝，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很是复杂，不是单纯的只讲杀戮。那我听娘亲的，不用毒把他们都毒死了。云兰，八宝的想法不能说是全然错误，他这么小就知道为君者要保护庇佑自己子民，单单这份心胸就极为难得了。保护自己的子民有很多种方式，把外面的敌人都杀光了，明显不是最好的那个。八宝还小，等长大些了，懂得更多了，自然会找着更好的方式。你不懂，八宝年纪虽然小，可是格外的早慧，这些东西他会一直记得的。他现在明显是受了太多父皇的影响。我倒是觉着没什么。这怎么会没什么呢？现在不重视，等八宝长大些，再想要把他的思绪搬过来，那就更难了。难不成你想让自己的儿子以后当个暴君啊？身为君王，自然是要杀伐果断，尤其还是对敌国。杀伐果断的确不错，可八宝明显是有些过头了。敌国也可以变成自己的国，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也莫非王臣。娘亲说不对，八宝以后就不这样了。娘亲没有怪你，娘亲是想让你能够更多的去感受这世间的喜怒哀乐。娘亲开心，八宝就开心。谁让娘亲不开心，八宝就把他处理了，然后娘亲就能开心了。八宝不用考虑那么多，你现在还是个小孩子，只需要每天好好吃饭，努力长大就足够了。你娘亲说的是，别忘了还有爹爹在，爹爹会保护你们娘亲的，也会保护你们。娘亲，八宝还是有些不明白，不过娘亲可以让皇爷爷把你不想让我做的事写到律法大全之中，八宝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孩子。好，如果娘亲最终没有办法让你明白，会把不该做的事情写入律法的。周周呢？周周主要负责做什么？我们周周的话，每天适量吃饭，不要长成小猪猪就好了。周周不是小猪猪，周周以后要做大将军。你现在怎么想做大将军了？皇爷爷说，哥哥以后会是很厉害的皇帝，周周当然要率领很多的人来保护哥哥了。周周还能帮哥哥打天下，所有的人见到哥哥都要把他当成皇帝。
然后呢？然后，周周就能让哥哥下令，把所有的美食都送到皇宫里来，让周周吃。妹妹想吃什么，哥哥都能让人给你送来。想吃什么都可以吗？对，什么都可以。好了，今天出来了就好好玩吧。再玩几天，你们可是要去上书房了。韩王妃的2个孩子可真是冰雪可爱呀，小郡主更是大周皇室唯一的女孩子，实属难得。以后若是有人求娶小郡主，韩王怕是会十分不舍。若是那人再对小郡主不好，韩王可会考虑饶了他。少，本王烧了他。哼，不许说周周的坏话，不然周周会打你的。是我不好，不该说小郡主的坏话。小郡主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尽管告诉我，我送给你当赔礼如何？什么都可以吗？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什么都可以。听说你是月奴的王子，你能把月奴送给我吗？这个恐怕做不到，我只是个王子。那你应该有封地，可以把你的封地送给我吗？这……你怎么不笑了？是不喜欢吗？妹妹，小气鬼，喝凉水。皇爷爷说了，让我们不要跟这样的人玩。哥哥，没事的。以后周周当了大将军，周周帮着把月奴打下来，到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小马养到月奴的草原上去，那里的草原可大了，小马会喜欢的。好。王妃，夫人有些身体不适，想请王妃过去瞧瞧。前2日不是还好好的？母亲怎么了？许是这2天睡得不好，又正值变天，冷热交替，一时感染了风寒。韩萧，母亲身体不适，你带着孩子玩一会儿就回府，我去瞧瞧。我陪你一起去。不用，还有客人在，总不好冷落了。秀国公夫人身体不适，我们兄妹也该过去探望。崔嬷嬷说了，只是长了些寒气，并不要紧，不必劳烦2位。小郡王、小郡主，太子妃身体不好，不喜欢吵闹，我们去别处玩可好？太子妃伯母，怀素姑姑，我和妹妹过去说说话，不会吵到太子妃的。怀素姐姐，太子妃到了喝药的时间了，奴婢要取药。可太子妃身子弱，这会儿风又大，该披上披风了。偏偏我出来的时候忘了，能不能劳烦怀素姐姐帮我取一趟？太子妃身体弱有个好歹，我的命可就没了。对不住，我要守着2位小主子。德贵妃娘娘叮嘱了，不能让2位小主子离开我的视线。怀素姐姐，你去拿吧，我会照顾好妹妹的。小主子，去吧。太子妃伯母，你快看，那只胖胖的、黑脑袋瓜的是于老大，他可厉害了。我把他抓起来，他能扇我2尾巴，然后自己跳回湖里去。周周刚才是不开心吗？是啊，我刚刚。太子妃伯母，你没有好好听话吃药养吗？怎么这么问？因为你还是那么瘦，一点都没有长胖呀。你要好好吃饭，吃的多多的，这样才能变胖，才有力气。我胃口差，吃不了太多的东西，怕是长不胖了。没有胃口，那真是太惨了。太子妃伯母，你生病了吗？哥哥，太子妃伯母没有胃口，我可以帮她要一颗药丸子吗？太子妃伯母，我娘亲的药超级棒，王爷爷吃了都说好，你吃了以后就有胃口了。周周，伯母可以抱一抱你吗？没关系的，不愿意也没事儿。太子妃伯母，那个我很重的，要是不小心把你压扁扁了怎么办？我刚刚不开心，就是因为我把小凳子坐坏了。唉，娘亲说我是个实心的小胖妞，柔柔要是听周周的话就好了。太子妃伯母，你那么瘦，我分给你一点，这样你就能变健康，就有力气抱我了。不怕，也许伯母抱一抱周周，沾一沾你身上的福气，就有胃口吃饭了。好啊好啊，太子妃伯母，你要抱哥哥一起吗？双倍福气哦。爸宝是男子汉，要注意男女有别，不能抱抱，不过可以牵手。八宝的虎头包包真好看，你们今天回家吗？回的。唉，生活不易啊。那别忘了告诉你们娘亲，就说我很喜欢这个虎头包，问问能不能要个样子。八宝，记得一定帮伯母问一问，可好？
八宝记下了。娘亲，太子妃伯母想要好大胆的头。八宝今天见了太子妃。他说喜欢老虎头包包，要找娘亲要个样子，让我一定转达。好，娘亲知道了。娘亲，太子妃伯母很奇怪，她身上有臭臭的味道，但是她的手很干净。她看着我和妹妹的眼睛很奇怪，但是又不让人讨厌。想不明白就不行了，八宝只需要顺应自己的心意而来就好。你喜欢太子妃吗？八宝喜欢娘亲。周周也要抱抱。周周臭宝宝，你该减肥了。不要，周周今天和太子妃伯母约定好，把肉肉分给了她一些。现在周周一点也不胖了。玉兰，你今日硬挤出时间过来，是因为昨日八宝和周周见了太子妃的事吧？不愧是我母妃啊，果然是料事如神。昨天怀素都跟我说了，太子妃应该是有意要单独见一见八宝和周周的。她身边的宫女还帮着策应着，给她吓了好一跳，唯恐太子妃生了旁的心思。还好最后没什么事儿。昨日我让太医给2个孩子诊过脉，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当。2个孩子的确是没什么不妥，太子妃此举是有意想要见我。见你？说起来我也想不明白，傅家上上下下恐怕拽出只老鼠来，身上都长满了心眼，唯独太子妃。本宫也算是见识过不少女子，鲜少见到像太子妃这般温柔娴雅的。这样的好姑娘配给太子，着实是可惜了。我也是从父皇那里听到他几次提起太子妃，同样是满口的称赞。是啊，宫里上上下下提到太子妃就挑不出个错出来。要说唯一不太好的地方，也就是这么多年没能给太子生下个一儿半女了。云兰，前2天傅渊入宫见过太子妃，紧接着太子妃就有所行动，会不会也在暗中筹谋着什么？我也不清楚，所以想劳烦一下母妃把太子妃请过来，我想见见她。这倒是不难，借口也是现成的。这不是要举办端午宫宴吗？请她过来帮着筹办一下也是说得通的。见过德贵妃，韩王妃妹妹有礼。太子妃快些免礼。太子妃有礼。上一次见面颇为狼狈，多谢韩王妃为我治疗，不然我怕是没有机会站到这里了。太子妃客气了，上次我给你的药吃着效果还好吗？药还需要按时吃才是，你的身体还需要继续调养。韩王妃送我的药效果极好，所以今日我才厚着脸皮再来讨要一些。我送过去的药，太子妃已经吃完了吗？你之前，韩王妃之后又让人给我送药了，你没收到？那药竟然是被太子给拦了下来。如果不是傅渊突然到来，我恐怕已经死在东宫了，哪里还值得浪费药材？太子妃，你这是……昨日突然接近八宝和周周，实在是迫不得已，让2位跟着担忧了。我之所以特意将韩王妃引过来，是有样东西想让你帮着瞧瞧。血枯散。玉兰，这血枯散是什么东西？这种药来源于百越一种独特的植物血枯草。这种药化在水中，无色无味无形，服用下去之后，当时身体并不会有任何的异样，却会影响内脏。吃下再多的东西，也难免从其中吸收到营养。久而久之，人会越来越消瘦，吃再多的补药都无济于事，到最后影响血脉生发，导致人消瘦如骷髅，最终血枯而亡。哎呦，你可别拿着它呀，沾染到身上就不好了。母妃放心，这种药还得内服之后才会起效，而且必须还得多服几次，沾染到手上没事的。太子妃，你说这药是傅渊给你的？是，他还让我多来接触一下贵妃以及八宝和周周。八宝和周周那样可爱的孩子，我怎么舍得对他们下手？白月那个地方毒草和毒虫横生，傅渊手里的东西必定远远不止这一种，他也不会把希望只放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所以2位平日里要多防范一下才是。好，我瞧你脸色也不好，你坐下，我帮你诊诊脉吧。太子妃，我知道，我已经时日无多了，对吧？我知道2位心中必定存有猜疑，可请相信，我心中有算计，也不会去算计2个无辜的孩子。毕竟，做人总是要有底线的，对吧？我相信你，不过有个问题，我想你现在还不知道。还有什么？韩王妃但说无妨。你怀孕了。韩
韩王妃，我相信你的医术，只是这一次怕是搞错了吧？就我现在这副身体状况，怎么可能还怀上身孕？玉兰，要不然你再仔细诊诊。我没有诊错，你的确是怀上了身孕，只不过眼下还不足1月，脉象表现的极为微弱，但绝对不会有错。不足1个月？可是我自从上一次流产之后，一直流血不止，前些时日才刚刚止住。胭脂醉这种药极为特殊，它有养颜、让女子维持容貌美丽的作用。这个过程很是复杂，它会让人体内的毒素和脏污汇集，10个月之后如经血一样排出。太子妃，你服用胭脂醉的时机虽然不对，对身体有很大的副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排出了体内的毒素，所以才会突然有孕。云兰，太子妃的身体很差，生养孩子，她的身体承受得住吗？太子妃，你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现在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打掉孩子。我可以大剂量用药帮你调养身体，如此虽然不能让你恢复如初，但至少可以享天年，对你的寿元没有影响。第二个，你若是想保住这个孩子，那么用药就要格外细致，很多药材甚至无法使用。你的身体状况，先是被胭脂醉破坏，之后又没有及时服药调养，失血过多，很有可能。我选第二种，韩王妃，我选第二种，我想要保住这个孩子。太子妃，虽然你腹中的孩子是皇孙，可我还是要说一句，自己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不，我这一生已经一败涂地了，再活着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可这个孩子，他是无辜的，他既然选择了我当母亲，我又怎么能为了自己的性命杀了他？太子妃，若是选择第二种，有可能你撑不到孩子瓜熟蒂落。韩王妃，你这是做什么？我知道你能做到的，对吗？太子妃，你先起来。韩王妃，不用顾虑我的情况下，你能做到保全孩子的，对吗？是，我能做到。不过孩子要保全，就必须牺牲你。生下孩子，你必死无疑。求求你帮帮我。太子妃，若是没有了母亲，这个孩子会有多可怜，你想过吗？如果是在傅家，这个孩子必定会很可怜。可是他很幸运，他是皇孙，有个英明贤德的皇爷爷，还有宽和慈爱的德祖母，甚至还有你和韩王这样的叔叔婶婶。他会平安长大的。我无法保证，但会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照拂你们母子。快把眼泪擦一擦，有了双身子的人了，情绪起伏不能太大。是，多谢德贵妃。药丸我会制作好，让人送到你手上。太子心思莫测，留下药方就有可能会被他利用。我相信韩王妃，你给我服用的药每日送到德贵妃这里吧，我会自己找理由过来吃的。我身边没有什么可用的人手，送给我，若是被动了手脚，还要牵连韩王妃你。也好。太子妃，你现在需要人照顾，我这里有几个可用的嬷嬷和侍女，你若是信得过，我信得过。多谢德贵妃。那待会儿你一并将人带走，顺便把这个好消息散布出去吧。你身边还得有太医，太医院的张院正医术极佳，又很有责任心，也是可以信任的人。本宫会下令调拨他过去照顾你。多谢德贵妃，多谢韩王妃。华姐，华姐，你这是怎么了？愣着还做什么？还不快些宣太医吗？这位想来就是韩王妃吧？敢问韩王妃，你……傅将军的妻子好生威风，光天化日之下就要谋害于我。我不知道和你们夫妻什么仇什么怨，竟然恶毒到要毁我容貌，取我性命。韩王妃不要信口雌黄，分明是长公主受伤，你却安然无恙，怎么却反咬一口？我之所以安然无恙，还不是因为我身边有个忠心的侍女，花间拼死相护，我这才免于一场横祸。可我的侍女，花间，你撑住，千万不要有事啊！韩王妃还请慎言，长公主是什么身份？你的侍女又是……韩王妃，韩王妃，您怎么了？快！希儿，你快醒醒啊！父老，我好疼。希儿别怕，我在呢。我的脸毁了！贱婢，你毁了我的脸！啊！父老，你就看着我被欺负吗？韩王殿下是不是过分了？傅将军入宫前来觐见父皇，怎么还带着个老嬷嬷？
这老嬷嬷也太不懂规矩了，张口就是对本王的王妃不敬。本王没有直接让人把她拉下去处置，已经是看在你过往的军功的份上。什么？你说什么？什么老嬷嬷？皇上驾到，德贵妃到。云兰，你这是怎么了？伤得可严重啊！太医愣着做什么？不知道帮韩王妃治伤？父皇、母妃，你们要为我做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启禀皇上，韩王妃本是在正常走路，百越长公主的轿辇却横冲直撞，分明路很宽敞，却直接往韩王妃的身上撞。还好韩王妃身边的侍女反应机敏，护着王妃，才没有让她被撞伤。可百越的长公主却先是用酒壶打韩王妃，发现没有砸到，又恼羞成怒抽了鞭子，要打韩王妃。什么？好个百越的长公主，竟然在皇宫之中对着皇子妃又打又杀！臣傅渊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父郎，你一心记挂着大周朝，记挂着你的皇帝陛下，还说不论如何一定要返回故土。可现在瞧着，你的皇帝陛下见到你，可没有丝毫的喜悦和高兴。臣有罪，没能第一时间认出韩王妃，对其有所冒犯，臣甘愿领罚。云兰，你的侍女伤得如何？太医诊治过了吗？回禀皇上，韩王妃的侍女额头有伤，满脸是血，脉象微弱，昏迷不醒，十分的严重。皇上，您可都看到了，侍女花间练过些武艺，身体强健，尚且伤得如此严重。这些伤要是落到云兰的身上，她身子娇弱，如何承受得住？恐怕命都得去了大半条。傅渊，你可知罪？大周帝，韩王妃是你的儿媳妇，你也不用这般偏心袒护吧。你们睁开眼睛看仔细了，那韩王妃什么时候受伤了？反倒是本宫，我不仅身上和脸上有伤，还被韩王妃踩了手，被韩王用瓷片打了脸。该被问罪的应该是韩王和韩王妃才是。治云兰的罪，她都哭了，能有什么错啊？百越长公主，你竟然空口白牙污蔑本宫的儿媳妇儿，这笔账本宫记下了。韩王掀翻了本宫的轿辇，导致本宫从轿辇之上跌落，硬生生的摔到了地上的瓷片堆里。本宫脸上的伤痕，手指上的鞋印，就是最好的证据。本宫可是百越的长公主，初次进入大周朝的皇宫就被如此折辱。大周皇帝，你这是刻意与我们百越挑起战争吗？你这话可以代表你们百越的朝廷。皇上，长公主在百越备受宠爱，从来没有受过如此严重的伤，眼下伤心愤怒，难免口不择言，还请皇上不要计较。那么你呢？你是我大周朝的将军，还是百越的长公主驸马？父郎，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皇上，臣当然是大周朝的将军。既如此，此事就没必要再争论了吧？是，请皇上责罚，臣甘愿领受。是什么事？本宫有没有犯错？你更是无辜，好端端的怎么就领罚了？哼，傅渊是我大周朝的将军，自然就是臣子，是奴。韩王妃乃是亲王正妻，自然就是主子。做奴才的如何有资格与主子叫嚣？还有你，傅渊是我大周朝的将军，你既然嫁给了他，就该出嫁从夫，跟随着他一起遵守我大周朝的律法礼仪。念你初来乍到，对这一切还不熟悉，本宫就饶恕你这一次。不过该学的规矩还是要学的。待会儿你离宫的时候，本宫会派遣几个嬷嬷过去教导你如何做我大周朝臣子的正妻。一派胡言，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乃百越的长公主，地位何其尊贵，我凭什么去学？希儿，父郎，你就要这样委屈我吗？我知道了，那什么规矩，我学就是了。